哎呀 ，OK， 刚才这一段宣讲加辩论，有些人其实展现出了之前我没有认识到的一面，对，然后有些人还是依然如此，依然如此锋利，依然如此引人争论。是，聊聊看谁印象特别深刻，他们表现怎么样？志胜，我其实对冯生朗印象挺深刻的。因为咱们平时看着他就文文弱弱的、彬彬有礼的，但是他上来之后那几个数据给的又准，然后攻击的又是对方刚刚提出来这个东西，而且又把自己方的很好的东西又给传递出去了。是，我觉得他那一下真的让我看到他身上不一样的那种东西，锋芒，锋芒，对对。之前我印象就是觉得他眼睛好看，对，朗朗那个小眼，那个眼睛圆圆眼啊，好可爱。但今天讲像匕首一样，对，扎出去，直击要害，所以他那一下其实还挺出彩的。我对庞真的印象特别深刻，特别是侯子泰问出一个那个说你们这个能在上星卫视播出之后，庞真起来反驳，说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宣讲的一个模式。然后侯子泰还想反驳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的规则是你说完就得坐下，然后我说完了你可以站起来反驳我。就那一刻，就是他的气势上已经压过对面了。对，而且声音也不大，就很柔的声音。他很温柔，但是在这种辩论的场合里面，就感觉是不跟你过多大声的说话，但是一直都是在一拳一拳打到你的痛点。是，真正的锋利是内容，形式越温柔，那个内容啊越是一击毙命。子琪听完之后对谁的印象深刻？一开始我以为捏捏乐这一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演讲，但发现好像团播这一队从开始选题到演讲到最后的辩论，一直好像是压着对面在走，有这个感觉啊？全林老师是不是有这个感觉？碾压去。对，我这一期我特别在关心张诗雯啊，因为她第一集出来的时候，其实给了我们那种有担当，对，掌控感。来，你听我的，我们就这么安排，对吧？但我觉得她这一集在当着队长，但我明显感受了她的社交压力。就是我怎么能够把我的团员，把他们的优秀都能够呈现出来？但越是这样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是你统合整个团队的观点，最后要拿成果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状态底下。但我觉得这样的初入职场的社交压力，其实大家都会有吧，又要竞争，又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人际的关系。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普遍能遇到的一个问题。诗雯是，你们都不关注玉哥吗？那你说说呗，我们都等着你呢。玉哥难道印象不深刻吗？玉哥印象很深刻，深刻到大家都不好评论了，是吗？玉哥别听，是恶评。你怎么这样？其实我对玉哥印象是很好的，在今天这个表现之前的话，其实玉哥之前给人感觉非常稳，而且他的内容的深度上是有明显优势的。但是今天确实，我确实感受到了一个他的小小的短板，就是他有的时候形式大过内容。对，他说话云遮雾绕，对，然后3大段了之后，你听上去觉得句都是对的，但是拎不出来，他那核心在哪？而且他在整个的团队的沟通的这方面，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执念的。对，有他的执念。子泰说的特别对，就是看着委委屈屈的，但大家都得听我的。我感觉子泰那句话还挺准的。我理解志胜他表达那个核心，其实在这个论点上，其实我也是支持玉哥的，但是他的表达方式，对，他的说服力不够。他不是用事理说服，他是用负面情绪施压的方式。他好像有一种行为习惯，我觉得他既没有故意这样，但他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性格。其实我说实话，他的观点是对的。他如果踏踏实实一点一点摆道理，把它讲清楚，是完全给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那这个团队里马上就会形成合力。其实另一队就是这样。但是当他使用情绪施压的时候，他会让身边的人很难做。身边的如果也用事理吧，你跟他错开了，身边的人也只能情绪施压。那身边的人都情绪施压的时候，最后就比委屈了。好，做他，就到另外一个很拧巴的一个状态里了。这边其实子泰和诗雯已经敏锐地嗅到这一点，他们用他们的一种开朗和幽默停住了继续往下滑的那个趋势。但如果真的大家滑到情绪漩涡里，他们才需要解压玩具。他要练说服力的。对，
那这一点他可以多看看我们刚才关于逆风局的讨论，看看能不能在这10几天1个月的过程当中也打好你的逆风局啊！玉哥啊，加油！我看好你啊，我是真的看好你啊，好好加油！接下来到了我们要履行我们加油团职责的时刻，我们要猜测在刚才这一轮 PK 当中，获胜组是哪一边，并且在他们的照片上盖上我们的 offer 印章，上面一队庞征，下面一队诗文队。我们在刚才这一轮宣讲和辩论的过程当中，觉得庞征队，也就是做这个团播队更占优势的。3、2、1，请举手。这个很难，这么一致吗？盖章吧，好不好？盖章吧，盖章吧。真的，我们要不就超越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这儿有一枚 offer 印章。我。好嘞，谢谢超越。哇，我们这一轮选择史上最快吧？最快。稍微有点明显，就是那个子琪说的，一路压着打，一路压着打。到这个时候要突然给我出来个反转，那我们就直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看看有没有藏而未决的部分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。我们去小会议室讨论一下。好的，谢谢老师们，学到很多。你们回到座位就好了。谢谢你们，很棒。谢谢老师们，学到很多，谢谢老师们，真的很厉害了，真的很厉害了。谢谢老师们，真棒。好，我们去讨论一下。好的，老师们再见。你们辛苦了，我觉得我们你们也辛苦了，太累了，太不容易了，优秀。对，你好棒，冒犯了。哎，每次王宇讲话我贼害怕的，因为他特别像那种老师，我就觉得我肯定说不过他。我觉得你像带教。哦。每次他站起来，我觉得他作用就是缓和气氛。子泰是那个捏乐。你那个劲儿很有意思，很幽默。你们组3位就是很温柔、缓缓细数。我们都完成得很好，都很厉害，太厉害了。走吧，回去吧。你很棒，你真的是个很好的组长。没有，雨佳姐语速太快了。真的吗？我自己感受不到。特别快，好害怕呀！人间机关枪，最美版。但是我说话语速快，而且很鲜明。还是非常到位的，很好。所以咱们是要给他们评个分儿，应该是评出哪一组胜的人胜组每人10分。我觉得不用打分了，反正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我有很明确的答案。该不会跟我们是同一个答案吧？我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。哦，张老师，你这反转在这儿吗？张老师。我说一下我的想法，我多少是偏捏乐的。庞征这一组，他们更多的给我看到像一个行业如何健康发展，我没有看到他给到我的一只扫腿舞背后的100亿市场。情绪多，经济少啊。我们讲的情绪经济的这块东西少了一点，但反过来这2个对比的话，张诗雯那一组，无论是到义乌去，他的这种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，他在这一块做的是比较好的，更符合我们最开始给到情绪经济这4个字的要求。我坚定地认为扫腿舞更好一点。捏捏乐这一组最大的问题在于，我总觉得他们在变换注意力，就是他们关注的点不停地在变。先说了背景，然后开始聚焦这个捏捏乐的质量问题，然后从捏捏乐质量问题又转换到了情绪经济的展望问题，最后落脚点在于正视情绪问题，注重心理健康。所以我刚才一直在突出，你们到底要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而反观扫腿舞这一边，张希觉得关于100亿市场那部分内容不够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稿件当中没有体现出来，但完全可以在他们背景和专家对谈当中把这部分内容补充进去。他俩怎么开始编呢？就是2个开变了。当然我知道老柏的概念可能觉得他们整体结构有点乱，但我觉得总体还可以。它实际上几块内容也是比较清晰的。第1块现象，第2块经济，第3块测评，第4块的实际它更多的是回到大众社会心态的这个层面。因为张老师多年做
社会新闻，它是更那个结构的那种要求可能会更高，他会觉得，而这边的网感比较强。就是我昨天从选题上，我们已经很一致性的觉得说扫腿舞团播就是更优秀的。那在看执行上有没有硬伤？我觉得他们是肯定没有硬伤的。我觉得张诗雯组他的硬伤是什么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他选取的这个切入的角度比较多。那为什么会多呢？我能理解这个多哪里来，是因为他这个选题难做，他这个选题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可以展开，没有亮点，你感觉？所以他只能去把这个版面用不同的角度来填满，就内容是扎实的，但是一起步就亏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亏了。完全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，我注意力就这么有限，我同样的时间我给谁？我非常非常明确的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我肯定要看团播。哎呀，接下来就是鲁豫老师。就是以现在旁征组的做法，可能一个教授会在演播室里面贯穿始终，并不想看到一个专家在演播室里面非常高屋建瓴的，甚至带着某种抽离的，因为姿态高了一点，离得远了一点。我们不会 ，what？ 不会，我们还要点灯呢。但反观张诗雯那一组，他们的选题相对稳一点。没有那么的新，没有那么的吸睛，但是他们切入话题的角度、做的方法，我觉得是正确的，是非常符合一个新闻专题报道的一个方法。基本上我的好奇，或者我希望他们表达的观点，他们是具备的。我最后的选择会跟张希老师一样。好了，那就2-2了。就2-2。也不打算倒戈了。啊，2-2。所以平局吗？哎，我能跟他们辩论一下。我们要加入战局，我们申请连线。如果2-2怎么办？2-2怎么办？你来投关键那一票。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肯定要选出胜负的。对，那我们来辩论一下。哎，咱们来辩论一下。好嘞，打一场打一场。我的天，怎么他们开始辩论了？情绪经济，经济这2个字，团播和捏捏乐哪个是风口？但是情绪经济来讲，从您那个角度往里切的话，就这个市场在哪里？从可看度、完整性和逻辑思维，扫腿舞略胜一筹。漂亮，这立论稳的。扫腿舞的选题切入点是好的，但是手法我觉得是不对的。薛兆丰这件事情我也不认同，对吧？我觉得他在布局当中呢，肯定是有他的问题的，但是他都想到了。我觉得想到了，你是指？就他想到了要去外采，他希望通过就是当事人的观点去弥补专家的不足。就是从一个节目来讲，我觉得捏捏乐我这个选题，我就觉得说我不是很关心。聊到团播，我可能会看一下。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要考虑一个，因为不是每个选题都是它越吸睛才值得做。但是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，我非常非常明确的有一个倾向。还是说，比如我现在此刻我是个主编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主编的想法是谁收视率高。你要这么讲，我还有什么可说？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。谁收视率高和值得做，有时候不是一样的。旁征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的角度讲一个行业，它是一。 4个主持人辩论吗？好看！我的天！哇哦哇哦哇哦！能不能发我一个完整版？我想看，回去慢慢看。那我觉得你真的辩论辩得非常好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不适合辩论，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非常去让对方胆战的那种信心。我也害怕，我每次站起来之前，我都得酝酿很久。我也是，特别紧张。而且你知道，每一次就是我，你不是我，就是你没有想法。你这写的啥？写的礼物满天飞，只为心情美。然后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，礼物满天飞，只为心情美。做了手卡呀，真手卡呀。因为我不是最后，我怕我这2句词记不住，我跟你说我写手上。跳这个我真的会很滑稽。礼物满天飞。天哪，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跳小腿舞，他腿这么长，你可以去当团播的 C 位。我应该做这个话题。嗯，对你到时候你就直接上去。我的形式就是我来跳一段，是吧？对。老师们出来了。嗯。我们是不是要回去了？这么快？啊，好迅速。没事，坐吧，会给你们发邮件的结果。
有趣。我感觉他们4个都累了，都讨论累了。4个打了一场。诶，这不是我们亲爱的冯琳小姐吗？就是的。谁？玲玲的节目在哪里啊？我是玲玲姐。哎呀，哇！你在新疆拍的？哇，好漂亮哦！漂亮！哇哦！哇，真是好巧，怎么突然播上了？姐，这就是你去新疆拍的？对对，前段时间。这还是你熬夜的一个脸部状态吗？一点都不垮。我真的羡慕不来。好，各位你们要准备收下邮件啊。我不想收。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悬念这么大呀！对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灯牌也能顺利点亮。没事没事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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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我感觉已经被盘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天哪！天哪，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忘了把我的那个笔放在哪儿了。咋回事啊？我觉得我们挺好的呀。没事，我是想找一下我的笔。太有悬念了。唉，我的天！这整的老紧张了，我都不敢看。我还在登邮箱。要不要听会儿歌，接你一下？好。我觉得我可以不拿，但是我的队员必须得要拿到，因为这不关乎于我一个人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他们需要已经第2个题了，必须得要有了。哎呀，可是谁不是这么想的？诗文也这么想啊。是的。我们肯定能赢。我们4个在一起就只有一个字，就是赢字。太想赢了。太想赢了。哦，对，如果诗文这一组输了，他们只有他们队的3位队员是0分了。对。那边也是呀，一样的呀。好，各位邮件发送成功。哇，看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没有收到。看一下。掌声是给我们自己的，猜测正确。我们的第2盏灯即将点亮了，恭喜你们！啊，已经出了？对。在哪里？哦，有分哎。玉宁10分，瑜伽10分。啊，长舒一口气。好棒。朗朗10分。哇哦，遥遥领先啊！就我觉得团播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趋势，而且它正在上升阶段趋势，它的关注度是几何式增长的。这种新兴的业态，那么我们如果可以通过新闻节目引起更多人的注意，包括监管的注意，可以在这个产业早期发展过程当中，尽快的矫正它的一些错误和走偏的地方，其实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。我被说服了，那个我背叛了高老师。是老百姓的一个渠道，上升渠道是有上升空间的，但同时这个产业它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风险，你怎么管不管？对，它的确是值得讲述的。对，真好。所以这个是，哇，好暖的这一下。我现在好想看。
那边那个组的状态。哎呦0分0分。没事没事，还有机会。4文的压力估计已经巨大了。天哪！哎呀！去不去吃饭？不喝。没事，我想看会儿书。你要喝水吗？有吧。没事啊，都是小事儿，别给自己压力太大，宝宝。像你跟我说的一样。没事。他一会儿找笔，一会儿看书，这就是没走出来。给你来个捏捏乐吧。世文，哎呀，老师的作用这时候就出来了，所以老师拿只是专业有用啊。是的。对。他得痛痛快快哭一场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感觉情绪好像有点